最近波音787的话题，想必朋友们都了解了。这件事儿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当大家买票搭乘飞机的时候，驾驶舱里究竟是谁在开飞机呢？现代化的客机仍然需要双人驾驶，一个是左座的机长，另一个是右座的副驾驶，他俩究竟谁是实际控制人呢？现代化大型客机已经可以有一个人来担当驾驶，但是双人制也并非完全是为了备份。飞机操纵从多人制到双人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现在一直还有单人制的呼声。但是多数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依然需要两个人配合，最主要的通常是一个人需要看仪表，另一个人需要观察。现在随着 HUD 也就是抬头显示器的普及，仪表和窗外可以合二为一。HUD 原本应用于战斗机，其功能是将重要的仪表参数投射到前方的玻璃上，这样飞行员不必低头便可以看到。山东航空配有很多的 HUD， 因此可以在天气恶劣的时候起降。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，很多的飞机没有这种东西，所以依然是两人在合作开飞机。那么细究起来，在航班起飞和降落的时候，究竟是谁负责观察，又是谁在操纵方向盘呢？根据业界普遍的说法，90%的民航航班在起降的时候其实是由副驾驶操纵的，并非由机长亲自驾驶。换句话说，全球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是在拿乘客练手，是这样吗？如果非要这样来表述，当然不算错，但是副驾驶也是经过了培训，也拥有这种机型的资质，所以才能够坐在右侧座位上。几乎所有的商业飞行员都必须逐步提升，从最小的单发轻型飞机开始，到中型客机，再到大型客机，期间还得在模拟机上进行足够的演练，成绩合格才行。因此就算是拿乘客练手，也是合法合规的。副驾驶已经具备了能力，只是经验不足，这就像医生获得了资格证，但是还没有足够的行医经验一样。如果发生紧急情况，副驾驶拥有成功降落的一切技能，只不过技能可能不太熟练，飞机或许不太平稳，乘客可能不太舒适等等。人们看病总希望找到专家，乘客也都希望搭乘的航班是由经验丰富的机长来驾驶。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套路，那就是如果每次都是由机长来操纵，那副驾驶如何才能成长为机长呢？当机长逐渐退休，谁又来驾驶飞机呢？航空公司确实会使用客机进行实训，但是过程很短，不可能让副驾驶们都通过实训成为机长，所以在全球都是一样的，在工作中成长，拿乘客来练手。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，比如中国有些航班会安排双机长甚至是3机长，主要是有2个考量，一是高原航线，二是部分机型。所以说中国的民航是全球最安全的民航。但是副驾驶只在右座配合机长的话，一辈子也升不到左座。机长的责任重大，升任机长的过程非常严格，很多副驾驶在退役的时候仍然是3道杠，但通常来说每年也都会有很多的副驾驶会升任机长，不然航空公司就干不下去了。机长与副驾驶的收入差距也很巨大，比如机长的月薪可以达到12万元人民币，而副驾往往只有1-2万元。还有很多人很多年都摸不到飞机，很多副驾驶在35岁以后还升不到机长，因为这不仅需要小时数和起降次数，还得考试。飞机平飞时多是由电脑自动驾驶，起飞过程又很短，因此最练技术的阶段只有降落。所有的副驾驶都热切盼望操纵飞机起飞和降落，而机长往往都会同意。只要天气状况良好，放手让副驾驶拿乘客练手是很有必要的。关键是既要符合规章制度，也要给予足够的保护，确保徒弟在失误的时候及时有力的纠正。这么一来就可以理解了，无论降落的时候平稳还是咣当，基本上都是由副驾驶干出来的。乘客们确实被练习了，但是多年来全球都是如此，没有什么不安全，大家也不必介意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